来 MD002R2系拼装版本的重涂版本啊，这个就属于是官方未出 KO 先行了。黑色的版本，哎，盒子跟之前是一样的，说明书也相同，但是板件这回变成了那个，在原画图里边其实有出过那款黑色的版本，哎，这回咱们来看一下，因为是重涂版嘛，所以设计方面跟原先是一样的，但是主要的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在样板的时候，我说1216的这个零件它没有打透，后来也是听大家说大货已经把这个眼儿钻透了啊。现在的黑色版本也是通透的，这回脚踝就可以直接装上了，水纹也并不明显，因为这个颜色的版本只有精涂版，并没有普通色啊，所以它每个零件也都是上了一道漆的。除此之外，预涂装银色金属漆、紫色的金属漆，这些预涂做的都是很漂亮的。而且这个版本好看的是啥？屁股带是这种金属银色，然后轮毂有上紫色的金属漆涂装，包括手背儿。哎，这些地方想象一下，这个拼出来应该会很性感吧？面雕预涂了紫色的金属漆甲面，但是最关键的暗黑色的版本透明零件 F2 这个板子它带了3份，你可以去选择紫色、原色的蓝色，还有红色。哎呀，这个可选的余地就更多了啊！那我们也是来开动拼一下，看看最后的完成效果如何。黑色的底色上面其实都是有上漆的，所以对着光看的话，表面会显得特别的闪亮。而且这一回的精涂版本，我觉得是有做修正的。之前的原色版本的精涂扣起来有一些地方的插扣还是显得有一些紧。这一次吧，我觉得它的模具上面肯定是有修正，考虑到了漆面的问题，所以这一回扣合起来的舒适度是要比原色的精涂版本要强一些的。脸颊和眼罩的位置专门上了一层金属漆的紫色啊，透出来这种感觉会特别的漂亮。而且之前大家诟病嘴上边涂的那条多余的黑线，这回取消掉了。哎，真的没有那条黑线，眼睛、嘴巴这些地方都会显得秀气很多。耳朵这里我上了紫色的透明零件，眼睛用了蓝色的，因为这一套里边会带3色的不同透明零件组，可以有你自己的需求去安装。武器的刃口和枪口的位置我换成了红色的零件，所以这样的搭配效果感觉按自己的喜好来 DIY 吧，这种质感。哦哟，胸口这些地方都是金属漆的紫色零件。而且我现在并没有上贴纸啊，光这个素组出来的样子就已经很好看了。银色的脚，主要是这回这个银色的屁股带涂的是真漂亮啊，好嫩啊！轮毂这个地方加了金属漆涂装以后，质感会显得很高级。原色版本就算精涂，轮毂这个地方也都是白色的漆面，看起来还是塑料感比较强的。尤其嘴巴上的这条黑线啊，真的，我觉得没有这条黑线会好看很多。对比一下这2张脸，是不是黑色版本显得质感会更加的高级？并且这些关节的阻尼感、舒适度也是不错的。我个人感觉啊，这回黑色版的这些用料似乎比原色的那个精涂版本的料子感觉像柔软了一些啊。所以有一些地方插起来、切割起来，包括这一套设计在扣合的一些位点，尤其腿部这些零件，它需要借角度，还有靠韧性去插合。这一块在原色版组装的时候会特别的难扣进去。黑色版本相对来说比原色版要好一些。我看这个胯，看这个臀，亮闪闪的银漆屁股带，真好看。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黑色漆面的颗粒感强不强？其实颗粒感还是挺明显的。不过以这个价位来说，还要什么自行车呀？手背这个地方也做了金属漆的分色，拼装的舒适度很不错，而且整体就算素组完了以后的这个效果，没有补一点点的漆，也没有上贴纸以后，就已经很漂亮了，非常闪亮。这个黑色就透出来，好像穿着全身那种透明的。半透明的马油亮黑丝的那种感觉，哇，这个很诱惑呀！其实喜欢重涂、喜欢 DIY 的这些朋友们啊，你还得自己喷漆，对不对？这回直接给你出厂就是已经这个配色了，还有什么自行车？几十块钱的拼装玩具能涂这个素质？
哇，这个太强了。但是来说啊，在拼装的手感方面，我感觉它是介于精涂版的原色和普通版的那个没有涂装版本之间的，手感没有那个普通版的强，但是已经比这个优化了很多了。此外，玉涂中的板件喷漆不好的就是你在剪水口的时候啊，这些地方肯定会伤到这些玉涂的漆面，所以在水口位置还是需要稍微的补一点点漆的。但其他方面来说，是真的已经很强了。哇，这个，哦哟，我真的挺喜欢这个漆面的效果啊，让这个屁股会特别的闪亮，这样的囤积效果啊。谁不想让这样的金属件撞一下呢？而且面雕仅仅是靠简单的分色涂装处理，就做的已经很精致了。没有那个嘴部的刻线以后，会显得灵性感强了很多。但是我有尝试过换紫色的眼睛啊，这个分色区别就不大了，因为它脸上的这个面雕涂装的线眼影这一块本身就是紫色，所以换上了紫色的透明零件，会显得糊成一团。换红色和蓝色效果会好一些。那么最后也是总结一下这一款 MD002的重涂黑色版本，在漆面的质感表现力上边，我觉得真的比之前的原色精涂版本要强出来太多了。黑色本身就充满着诱惑，再加上金属漆的这种银漆效果点缀出来，和一些神秘的紫色，这个诱惑力真的是呈指数级的上升。之前原色版遇到的一些问题，厂商还是听劝的，在一些该修正的地方也做了一些修正，拼装体验的优化感做的这次也是不错的。主要是在全零件上漆的预涂装情况下，速组完成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厂商直接给你制定好了一个重涂的方案。虽然说这个色彩的分布跟之前的画师原画的黑色版本其实不太一样，但目前来看，这个分色分的效果也确实是不错。所以相对来说啊，这3款里边，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黑色的重涂版本。当然，想象一下，现在黑色版本的重涂已经做到了这个素质啊，回头这家厂子应该还会重涂各种各样其他的方案。现在来说，我觉得想要动手重喷 DIY 的这些朋友们可以等一等，不用费那个功夫，厂商给你预涂出来的板件就已经特别棒了。可以期待一下他们将来以后会有怎样的一些其他的配色方案出来，或者说买不同的板件、不同的颜色自己混搭拼出来的 DIY 效果。其实就目前出的这些东西来说，你可以混搭出一个黑白的熊猫色，想想应该也挺好看的。又或者说身体腰部这些地方用白色，腿部用黑色，做出来那种黑丝的感觉。其实混搭着来拼的话，也是一种不错的玩法。毕竟它的价格很便宜嘛，几十块钱多买几盒，来回混搭着零件用，拼出来一个自己想要的效果。又或者说将来以后出其他的红的、蓝的、绿的、黄的这些东西，你由自己的喜好搭配着其中的零件，想想也是一个不错的 DIY 体验。模具已经很成熟了，它现在该修的也修差不多了，涂装都表现力这么强，能不能把它放大到 DL-X 或者配 MP， 弄成合金骨架、外装甲做这种金属漆，涂出来一个大一点的，这小的不过瘾呐。又或者说，能不能加一些硅胶件进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